钟伯欣慰地道：“我知道海童的丈夫不错，她嫁入战家，不用担心她以后会更好。战家老夫人是个聪明的老太太，就是海玲，我听说她离婚的了，儿子给了她。她那个前夫做过的事，我在来之前也让人去调查过，是周家极品无耻。海玲离了婚后，只是海玲还那么年轻，不过30出头，以后还是要招个男人上门的。凤家的家主都是招个男人上门，不会出嫁。商太太安排了海玲去江城，钟伯就明白商太太是不会争家主之位的了，但让下一代去争。海童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她不适合当家主，战家的大少爷就算肯上门，凤家也不好意思让战大少爷上门。商小飞还没有结婚，军武少当初为了让商家安心，说过让他当上门女婿都可以的话。军家长辈的思想开明，钟伯是清楚的，那可是老神医的亲家。林丫头在军家过得很好，钟伯是没有参加过小辈们的婚礼，不过对于小辈们婚后的生活，他都是关注的。商太太说道，海玲和陆家的4少爷陆东明在恋爱，陆家有4个儿子，等海玲真的接管了凤家，想来陆家不会介意东明上门吧。钟伯偏头看着商太太，说道，这种事还是提前试探一下陆家4少的口风，看看陆家那边是什么态度。就凤月丈夫那样的男人真上门了，几十年来心里想着什么，我们外人都能识穿二三。陆家同样是豪门，家产可能比凤家更加的丰厚。陆4少的父母同意吗？以后海玲若是和陆东明在一起了，海玲生的女儿必须姓凤，海玲也要改回凤姓，他们俩都愿意吗？阿莹小姐，我知道你是想培养海玲小姐的，但你也要问清楚小辈心里怎么想的，是否真的愿意越代去接班。凤家家主权力很大，但是受制也多的，接管了家主之位，会有很多的身不由己。商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，等会儿我就打电话给海玲，和海玲好好的聊聊，想来海玲改姓没问题。陆东明那里，我明天约陆太太出来喝杯咖啡，她代表的是海玲娘家长辈，陆太太是男方的长辈，聊聊也好，免得要办好事了才闹出不愿意的问题。陆太太一开始是不接受海玲的，要不是陆东明坚持，甚至因为争吵出了车祸，如今都还坐在轮椅上，陆太太都不能接受海玲。站在母亲的角度，商太太倒也理解陆太太，只是她是海玲的亲大姨，她是自私的，就盼着外甥女能够幸福，不希望陆太太再度棒打鸳鸯。钟伯嗯了一声，楼下坐满了人，大家说说笑笑的，好不热闹。海童等人已经和蒙宝混熟了，蒙宝的真名海童问过，但他没有说，他不说，海童等人也识趣的不再问下去。是人都有秘密的，蒙宝可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名吧，他也说了，就在管城待上2天，等师傅他们走了，他也会离开管城，说他并不是管城人，他连真名都不愿意说。海童等人便连他是哪里人都没有问。听到商太太时不时提醒着钟伯慢点下楼梯的话，大家停止了说笑，抬头望向楼梯上，几个小辈要去帮忙搀扶钟伯。钟伯笑道，不用你们了，我又没有弱到走路都需要人扶。这些小辈几乎都是家主的后代，钟伯内心颇为欣慰，以为家主家破人亡了，好在找回了2位小姐，2位小姐也有后代，家主这一支并没有灭亡。洋洋还没有见过钟伯，看到钟伯后，他连忙钻进了小姨的怀里。海童轻声对他说道，洋洋，这位便是小姨跟你说的太爷爷。洋洋没有说话，闪烁着明亮的大眼睛看着钟伯。钟伯坐下，先和老太太等人打招呼。老太太关心地问道，老哥，你还好吗？看你脸色不太好，神医，你可得好好的帮老哥调理调理身体。
老神医说道，他今天是大清早就过来，昨晚就开始没有睡好，导致的脸色不太好。放心吧，有我师徒俩看着呢，老哥不会有事的，短期内不会有事。钟伯笑着，我好得很，就快100岁了，还能撑住长途之苦，一般人哪有这样的体力及精神气？他是打小习武，底子好，几十年来又有神医帮着调理身体，虽说依旧落下了病痛，伤后的后遗症他却能熬。没有找到尹小姐，他都不会倒下的。其实钟伯心里也怕自己撑不住，还好老天爷可怜他，让他找到了凤迎小姐。老太太爽朗的笑，那还真是，老哥的体魄好的让我等羡慕不已。神医，你等会儿可得好好的帮我把脉，帮我开点调理身体的药方。神医说道，你还要怎么调理？80出头的人了，经常坐着飞机到处飞，到处给你的孙子找老婆，身体好得很，不需要调理，别糟蹋我宝贵的药材。等到你需要用到我宝贵的药材时，不用你说，能给你的，一定给你，前提是我能活过你。神医觉得自己都未必能活过战老太太，这老太太是他见过身体最好的老太太了。他们属于同时代的人，就算他是医生，年纪大了之后，有时候他也会力不从心，觉得自己干不动了，该躺平了。但是战老太太却能坐着飞机到处飞，给他那些未婚的孙子挑选妻子。你也不要老是坐着飞机到处飞挑选孙媳妇了，好一点的女孩子都要被你挑个干净。这天底下又不止你一个人有孙子的，还有很多人都有孙子，给别人留几个好女孩吧。神医吐槽着老太太的贪心，恨不得把各地的好女孩都挑个干净，全都娶进战家。战家有这么一位老夫人在，管城首富之位还能坐上几代人吧。老太太布的局都是为了战家长远考虑的。老太太笑道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养了9个不知道自己拱白菜的猪，养得那么优秀，不把他们推销出去，岂不是白费我几十年的培养？战印嘴角抽了抽，又被奶奶形容为猪了。海童莞尔，奶奶就是喜欢把她的几个孙子形容为猪，哪有这么帅的猪呀？蒙宝在大家不注意他的时候，扫了战一扬一眼，老太太来了商家，他就通知了还在管城的几个孙子也来商家见见几位老前辈。哪怕几位老前辈答应了老太太的邀请，答应会去游游山庄做客，老太太还是怕他们说话不算数，突然跑了，她到时候去哪里找他们？虽说都是同时代的人，她跟他们其实都不熟悉，都是闻其名不见其人的，她都不敢保证几个人是否真给她面子。去游游山庄一趟。银狐听了老太太的话后，看了自家徒弟一眼，笑着打趣老太太，老战家的，你也不用到处飞了，看看我家徒弟怎么样？蒙宝都20好几了，还单着，催她嫁人，她反过来催我们给她找个师娘，气死人！我们都老掉牙了，还结什么婚呀？没得娶个老太婆回来分我的家产。老太太看着蒙宝笑道，蒙宝很好，我很喜欢，跟我家老四倒是般配，就是我家老四是个叛逆的，给他选好的好姑娘他不要，要自己去追求一个连名字都还不知道的女孩子。其他人都有了目的，还没有目的都未到结婚年纪。不过蒙宝要是不介意姐弟恋的话，我可以把我家老七或者老八介绍给蒙宝。蒙宝笑着，战奶奶，我不喜欢姐弟恋呢，我喜欢年纪比我大一点的，不能大太多，最少也要与我同年吧。我觉得男人年龄太小，不成熟，过于幼稚，我要的是男友，不是弟弟。战一阳在奶奶提及他的时候就紧张了一下，听到奶奶说他是个叛逆的，不听他老人家的安排，他松了神经，感情勉强不来，他实在无法爱上杜雨萌，只能放弃，不想再发展下去。
再发展下去，害的是杜雨萌，就是他去接近追求杜雨萌一段时间，杜雨萌都动了动心。如果他没有向杜雨萌坦诚，杜雨萌爱得更深，以后就更痛苦。战家容易与杜家结怨，不好。反正他就是喜欢狐狸。奶奶要说他是叛逆不听话就说吧。在婚姻大事上，他也的确不听奶奶的了。现在奶奶已经不管他的婚姻大事了，说随便他去折腾，只要他不后悔就行。我很喜欢萌宝的，也认识很多优秀的青年才俊。若是萌宝愿意，我可以给萌宝牵红线，介绍几个青年才俊给萌宝。老太太热情的要给萌宝牵红线。钟伯笑道：老战家的，你认识有好男人，就给萌宝介绍几个吧，总有一个能擦出火花吧，免得银狐天天唉声叹气的，说徒弟培养的那么优秀，娶不进来，嫁不出去，愁得他头发白了又白。银狐也说：老战家的，那我们家萌宝的男朋友就交给你帮忙安排个了，安排多几个也无妨，用老哥的话说，多见几个，总有一个能擦出火花的。怎么感觉气氛变了，变成了做媒大会？是不是这些老人家坐在一起，就是推销自己家里的小年轻？等到大家笑过了，老太太便将自己的孙辈介绍给钟伯认识。钟伯的视线一一扫过战家的儿郎们，眼神里都有着赞赏，最后朝老太太竖起了大拇指，说道：老战家的就是会培养孩子，你的孙辈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不错，很好。老太太笑着：谢谢老哥的夸奖，他们也就是混得还行，不算特别优秀的。战奶奶这样说，教我们这些人情何以堪呀？战印他们都是还行的吧，我们这些人就是差透的了。商无痕笑着说了老太太一句，君然也有同感的点点头。老太太笑得更欢，他老人家最引以为傲的便是9位孙子，再过几年他9位孙子都成家立室，他就算是死了，都能在地府里笑上3天3夜的。钟伯的视线又落到了洋洋身上，洋洋窝在小姨的怀里，好奇地看着大家，听着大家谈天说地，他都听不懂这些老爷爷们说什么，像，真的很像。钟伯喃喃自语着，很像阿慧小姐小时候，要是扎个双辫，穿条裙子，就活脱脱阿慧小姐了。钟伯看着洋洋，似是陷入了回忆，当年那个孩子见到他总是奶声奶气的，对他说道：钟伯，抱抱，我要抱抱。他无法抵挡小丫头的请求，每次都会一把抱起她，举高高，转圈圈，再将小丫头放坐在他的肩膀上，带着她在院子里转圈圈。小丫头会张开双手，说她会飞了。家主看到了，总会驳责小丫头，说她很忙，不要老是让她陪他们。她说没事，孩子们喜欢她，她再忙也能挤点时间陪他们玩会儿。家主总是说她比孩子的爸还要宠着他们。她笑笑，孩子可爱，又是家主的孩子，她当然要宠着。在她心里，家主大于一切。家主的孩子哪怕不是她的，她也能视若亲生。2个孩子的爸爸其实也很宠着他们。家主哪怕身体不好，由于他过于严厉，孩子们挺怕妈妈的，爸爸却是个温文儒雅、极好脾气的，孩子们就更加亲近当爸爸的。海童教着洋洋叫人，洋洋脆声叫了一声钟太爷爷。钟伯慈祥地应着，朝洋洋招招手。洋洋仰头看了看小姨，见小姨点头，示意他过去，他便滑下地，绕过了茶几，走到了钟伯的面前。钟伯伸手想抱他，他却自己爬上了钟伯的大腿，很快就坐在钟伯的怀里了，又扬起小脸，明亮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，像黑夜里的星星，萌化了钟伯的心。太爷爷，你要是觉得累了，就跟我说哦。洋洋的意思是钟伯抱他抱得累了，跟他说一声，
他会自己坐开，不用钟伯抱他。不用小姨说，看到这位太爷爷胡子都花白，洋洋就知道这位太爷爷好老好老的了，老人家力气很小的，他要体谅太爷爷。钟伯的手有点抖，这是老人家年纪大了的毛病。手落在洋洋的脸上，他轻轻地抚摸着，慈爱地说：“洋洋真是个乖孩子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洋洋是很懂事，很乖，调皮的时候也是真的调皮。只要他安安静静的，肯定在搞破坏。”海童接过话来：“有一次他自己玩，就是安安静静的，我想去看看他在玩什么，结果是拿我的护肤品、化妆品在玩，口红涂得满桌子、满地板都是，他自己还涂得满嘴满脸的，让我看着哭笑不得。想象着那场面，众人都笑了起来。洋洋被大家笑得不好意思，把头埋进钟伯的怀里，软软的叫着：“太爷爷，小姨笑我了。”钟伯被他一声太爷爷叫的心都化了，当即护着他，对海童说道：“海童，你别笑洋洋了，小孩子小的时候不都这样？你妈妈小时候也是皮得很，你妈妈小时候会把家主收藏的好酒倒了，酒瓶都砸个粉碎，还会拿着小剪刀到处剪，大家的衣服都不知道被他剪坏了多少。后来家主吩咐大家，剪刀一定要放在高处，让慧小姐拿不到。洋洋是遗传到了他外婆的调皮劲儿。”海童笑：“那是闯祸劲儿。我妈小时候还这么爱闯祸呀。在我们的记忆里，我妈妈是个很温和的人，也很孝顺，跟我爸感情极好。只是孝顺的孩子往往不是父母最爱的孩子。”说到后面，海童没有了笑容。父母意外去世时，他已经10岁，懂事了，有记忆了，就是记得爷爷奶奶他们对父母不公，经常欺负父母，他们也嫌弃母亲只生了2个女儿，说断了他们仨的香火，要他母亲要么再偷生个儿子，那会儿计划生育严，父母生了2个女儿，按照政策是不能再生的了，想再生就要偷偷的生，怀孕时都要东躲西藏的，怕被计划生育的人知道了，上门拉人去强制性打胎结压，要不家里的东西也会被搬空。反正那时候计划生育抓的是相当的严，父母是农村户口，1胎女儿才被允许生的2胎，2胎又是女儿便不能再生。海童不知道母亲是否结扎，但知道父母说过不会再生3胎，说若是追生到儿子，大家都疼爱儿子，会对2个女儿不公平，所以父母坚持不追生儿子，觉得2个女儿也挺好的，只要培养好，儿女都一样。如今来看这个现实问题，在农村很多人的现状是，家里有儿子的一把年纪了都还在拼命，要给儿子买房，娶媳妇，娶了媳妇，还要帮忙带孙养孙。有些人自嘲说，养大了儿子还要再养孙子，家里没有儿子都是女儿的，总是被人在背后说断了香火什么的，说他们家里没有男丁了。但是家里只有女儿的家庭，父母年纪大了后过得却轻松很多，女儿女婿孝顺的，晚年更加的幸福。母亲就常对他和姐姐说，让他们要认真读书，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，说这个社会对女性始终还是苟刻的，只要让自己变得优秀，才不会被人小瞧了去。战印握住了海童的手，每每提及他的父母，他的情绪都会低落。父母离世带给姐妹俩的伤痛，是一辈子都忘不了，也难以被治愈。这也是姐妹俩对老家的那些亲戚始终无法真正的原谅，他们带给姐妹俩太多的伤害。钟伯在过来见商太太之前，已经知道了自家2位小姐的遭遇，他心疼凤慧，也怨及海家。对于海童姐妹俩坚持夺回了父母留下来的房子表示支持，那是属于他们的，是他们父母搭建的家，有着他们儿时的欢乐。回到那栋房子，他们总能想起与父母相处的场景，
那是他们极力想保留的记忆，不能就那样被强占而去。海家人对不起海童姐妹俩，拿着海童父母的死亡赔偿金发家致富了，却把人家2个女儿赶出家门，霸占房产。在海童姐妹俩成年后，海家人还想对他们道德绑架，让他们出钱出力医治海老太婆。这种极品被打压的再也站不起来，都还是轻的了。海童姐妹俩终究是看在父亲的份上，没有对老家那些极品亲戚赶尽杀绝。海老头夫妻俩经历了太多，现在才知道哪个儿子最好，可惜迟了。愧对2个孙女，极力想弥补修复关系，但是孙女的心被伤透了，是很难再修复的。如今也就不咸不淡地处着。海家人没有办法再掀起风浪，也不敢对海童姐妹俩怎么样了，所以你爷爷奶奶就落得了如今这样的下场。钟伯说道，举头3尺有神明，做人做事不要做得太过分，总会有报应的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有时候不会报应在当事人身上，但会报应到子孙后代身上。钟爷爷，等会儿，你跟我好好说说我妈和大姨小时候的事情，我想听。海童很想知道母亲小时候的事。母亲3、4岁之后，命运急转直下，被养家不停地转手，好好一个千金小姐也被折磨得不成样子。最后的养父母是洪家，洪家待他母亲不能说好，却也不能说差，好歹给他母亲一个稳定的栖身之所，不用再被转手，也养大了母亲。父母活着的时候，经常带着姐妹俩回洪家帮忙做事，对养父母也是极为孝顺。在父母死后，洪家来分钱，也分给了他们，就当是还了他们养大母亲的恩情。海家赶走海童姐妹俩时，洪家没有出面帮他们讨公道，也没有收留他们。海童清楚地记得，姐姐带着他去了养外婆的家，但是外婆家里关门闭户，不是没有人，是不想让姐妹俩进屋，所以关门闭户，让姐妹俩识趣地离开。在海童嫁入战家，成为战家大少奶奶后，跟海家极品亲戚斗，收拾的海家极品直不起腰了。对洪家，他没有做任何伤害洪家的事，洪家不贴上来，他也不贴上去，就当作是断了那门亲。洪家人也清楚，他们也是对不起海玲姐妹俩的，所以在姐妹俩起来后，洪家人从来不去找姐妹俩，也不指望从海童身上得到好处。争房子时，洪家父母说放弃继承养女的遗产，全都给了2个外孙女。事后，海童给洪家送了些礼品过去，也就那样。而因为母亲小时候被养家转手了好几回，导致失去了很多记忆，那是选择性的遗忘吧。海童姐妹俩也很懂事，问过1、2次母亲小时候的事，母亲不愿意回忆，不愿意开口说过去，姐妹俩就没有再问过。她特别想知道母亲小时候的事。在母亲3、4岁之前，母亲是很幸福的孩子。钟伯似是陷入了回忆当中，说道，阿慧小姐嘴巴很甜，长得很可爱，你们看到现在的洋洋，就等于看到了小时候的阿慧小姐。她真的是人见人爱，哪怕她经常闯祸，大家都舍不得责骂她，那是孩子的天性。阿莹小姐反而没有妹妹那样嘴甜，她真的是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抱，想亲她，想好好的疼爱她，就是那么可爱的孩子。因为家遭巨变，命运急转直下，最后早早离世了。凤会这个话题很沉重，老太太转移了话题，她问商太太，凤莹可以吃饭了吧？我早早就过来了，空着肚子，现在饿了呢。商太太知道老太太的意思，她妹妹早早离世也是她心里的痛，可以吃饭的了，大家先去吃饭吧。她温声对钟伯说道，钟伯，你睡了一天，什么都没有吃，先去吃点东西，等会儿再带着洋洋玩会儿。钟伯拉回了飘远的思绪，慈祥地说道，
那先吃饭吧。他低头对怀里的小家伙说道：洋洋，我们去吃饭了哦。你能自己吃饭了吗？要不要大人喂你？洋洋立即挺直了腰肢，说道：太爷爷，我早就能自己吃饭了，不需要喂。在幼儿园里，我都是自己吃饭的。老师夸我很棒。我班里还有些小朋友吃饭很慢的，总要老师喂他们。妈妈和小姨也经常对我说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自己的肚子自己喂饱。钟博被他的话逗笑，洋洋真棒，小家伙讨人喜欢，深得大家的喜爱是有原因的，聪明懂事又不失童真。钟博放下了洋洋，他牵着洋洋的小手，洋洋也紧紧抓住他的手，一老一小慢慢地走着。洋洋时不时说道：太爷爷，你慢点，小心地板滑。洋洋拉紧太爷爷哦。钟博逗着他，怪不得老友们都催着徒弟们结婚生娃呢。含饴弄孙的日子是真的幸福，他才和洋洋相处，就喜欢这个小娃啊，恨不得这个小娃啊天天都承唤他膝下。我会拉住太爷爷的。大家都看着这一老一小。银狐碰了碰身边的萌宝，示意萌宝看着那一老一小。萌宝哪有不懂师傅的意思，他小声说道：师傅，你不止我一个徒弟，我那些师兄姐年纪比我大呢，你催他们吧，我也挺想当姑姑和姨姨的。银狐，老战家的若是给你介绍男友，你真的要去看看，他的眼光很好，不论是挑孙媳妇还是挑男人，都能挑到最好的。他们战家讲究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他若是给你介绍男朋友，对方很大概率也是个对感情专一的男人，恋爱1年就结婚，结婚2年就生娃，这样也能过2人世界。生了娃交给师傅帮你带着，师傅现在真羡慕老大哥呀，虽说没有血缘关系，却是他家主的后代。洋洋叫他太爷爷呢，他这是既当了爷爷又当了太爷爷，羡慕呀。萌宝说道：按辈分的话，洋洋同样可以叫师傅做太爷爷的，想被人叫爷爷太爷爷的容易得很。师傅去孤儿院，保证很多孩子会叫你爷爷太爷爷，或者我收几个小徒弟让师傅帮我养着，他们也可以叫师傅做爷爷太爷爷的，师傅想让他们怎么叫都可以，像我神医师傅那样。玲姐收了个徒弟让他养着，多爽呀。龙庭在几个老家伙身边生活，老家伙们也有事可做，可以使劲的折腾龙庭。银狐哼哼着，你玲姐还生了个小子呢，你给我收几个徒孙让我养着我没有意见，不过你也得像玲玲那样，还得生个孙子给我带，老是带徒孙没有当爷爷的感觉。萌宝飞快地看了一眼战一阳的后背，对师傅说道：你以为我想生就能生的吗？总要找到孩子的爸才行，都怪师傅。怎么又怪师傅了？你没有找到孩子爸跟师傅有关，师傅拦着你了。银狐吹胡子瞪眼睛的。萌宝低低的笑，师傅要是早就给我找个师娘，我就会有个亲师弟妹或者师兄姐，他们说不定早就结婚生子，师傅不就早早当爷爷了吗？我也能捞个姑姑当当，这不是怪师傅吗？师傅也不用老催我们结婚，老骂我们单着不结婚，这不是咱们师门的风格吗？有师如此，徒弟就跟着了。银狐真是想气死师傅，清明好上坟。我清明不想上坟，师傅还是长命100岁吧，至少要活到120岁才行，那样你的徒孙们都长大了，能给你上坟后你再死一死。现在你死了，我们都不喜欢去上坟，你就会坟前冷落，做个孤独鬼，所以现在千万不要死。银狐都被萌宝气笑了，说的好像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我能说了算。阎罗王都瑟瑟发抖，以为我要抢他的位置。萌宝嘿嘿的笑，知道他的那些师兄姐们很孝顺师傅，
却也躲得远远的原因了吧？就是有个爱催婚的师傅，带着他们不管是谁都催婚，自己一把年纪了都不娶个师娘给他们呢，自己一个人过得潇潇洒洒的，却要他们走进婚姻的礼堂。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恋爱时甜甜蜜蜜的，婚后的柴米油盐也会磨灭感情。师傅看不得他们潇潇洒洒的，就要把他们都赶进爱情的坟墓埋了。遇到好男人真心待他，蒙宝倒是愿意走进爱情的坟墓埋上一埋的。银狐拿这个徒弟没有办法，人多聚在一起吃饭，热热闹闹的，气氛特别好，大家的胃口都好，吃得香。钟伯都用了半碗饭一碗汤，吃了不少菜，饭后还能吃点饭后果。他的几个老友对商太太说道：阿莹，我们这个老大哥平时吃的很少的，每餐也就是吃一勺饭，喝上半碗汤，吃点菜就这样，饭后果不吃，吃的菜也大多是素菜。商太太看着钟伯说道：钟伯以后要多吃点，营养跟上了，身体就好了。这个年纪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要记着嘴。人来这个世上走一遭，就是为了尝尽人间美食的，这是吃货们说的话。钟伯笑着，吃太多撑着，要出去散步消食，年纪大了，体力不支，越来越不喜欢走动了。不过不走动又不行，体能退化了更不好，还是要多走动走动。我平时就是在院子里不停地转悠，走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洋洋立即扬起脸对钟伯说道：太爷爷，我陪你出去散步，散步回来又能吃宵夜了。众人哄笑，钟伯摸摸洋洋的头，宠溺地道：好，让太爷爷再坐一坐，然后咱爷孙俩出去散散步。蒙宝问海童：洋洋平时吃宵夜？算吃吧，睡前要喝点奶粉，算是宵夜了。蒙宝本能地道：3岁多了还要喝奶粉的吗？洋洋的小脸有点红了，他说道：我班里的小朋友们也喝奶粉的。海童也说，他喜欢吃就让他吃，又不是吃不起，3岁多也不大。还有奶饮的，再大几岁可以给他换成学生奶粉。蒙宝想了想，觉得海童说的在理，便恩着：我没有带过娃，不懂，提前了解一下，学习一下，免得以后家里有娃了，一点经验都没有。神偷先生接过话来：等你家里有娃了，也不用你带娃，有我们呢，尽管交给我们几个老骨头带，保证带得好好的。龙庭就进步很大，是个最显著的例子，当然也是龙庭天资好。海童笑道：等蒙宝有了宝宝，他就舍不得送走的了，除非几位老前辈愿意跟着他住。神偷先生顿时不说话了，他们都想到了君妃。老神医不疼君妃吗？疼，最疼君妃的人就是他了。他也想天天帮徒弟带娃，但是他不能天天待在风尘山庄，他还有他要做的事，也要帮徒弟培养龙庭。而君家也舍不得将君妃交给他带走，别说君家舍不得，就是程玲玲都舍不得。所以老神医偶尔才会去风尘山庄看看孙子。我以后有了娃，养到3岁就扔给师傅帮我调教。蒙宝很清楚几位老前辈的本事，他们身体还很好，孩子大一点送到师傅身边，有师傅教导，比他教得好，还能让孩子代替他在师傅跟前尽孝，一举两得。你快找个男人嫁了吧，先嫁了才能有娃。银狐真的是逮着机会就催婚，他又对老太太说道：老战家的，你有合适的年轻男人，就介绍一个给我家蒙宝，早点把他嫁出去，免得我看到他就一肚子火，眼看他越来越老，我着急啊。师傅，我哪里老了？我才20几岁，4舍5入就30岁了，这样也行。老太太笑道：一定一定。师傅，我不理你了，我出去走走。海童、云初、小飞，你们要一起吗？蒙宝站起来问着海童3人。
三人跟着起身，蒙宝是客，小飞是主，蒙宝要出去走走，他当然要陪着。于是4个年轻人先溜了。洋洋想跟着小姨的，又记着自己要陪太爷爷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姨走了。还好姨丈在，姨丈还在这里，小姨就会回来的。战家的其他少爷略坐了片刻后，便离开了，他们还有事情要处理的，主要是他们还单着，怕老人家聊着聊着聊到他们身上来。商家2少爷也是找借口溜了，兄妹3人就他还单着，不仅父母盯着他，就连兄妹都开始操心他的人生大事了。老四，你先别走。老太太叫住了战一阳，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战一阳不解地问：奶奶还有事？奶奶应该不用他送回去吧？有大哥大嫂呢。奶奶要邀请老前辈们去做客，是要回悠悠山庄的。明天他们兄弟几个还要回老宅里帮着招待几位老前辈。蒙宝也是刚来管城没几天的，对管城不熟，又没有车，你等会儿送他去我们家的酒店，帮他办理入住手续，帮他交几天的房费。战一阳防备心顿起，奶奶该不会又想乱点鸳鸯吧？那么多人在场，干嘛就让他送蒙宝小姐？其他人不行吗？奶奶，我现在有急事要去处理的，等不了。战一阳找着借口，可以叫老七或者老八送一送的。战7少和战8少脚踩西瓜皮，早就溜之大吉。老七和老八还有商2少都先走了，只能让你送一送。你有什么急事要处理的，让老七或者老八帮你。你在这里等一等，蒙宝散步回来，你先送他去酒店。战一阳看向商无痕，说道：商少，蒙宝小姐是你家的贵客，意思是安排蒙宝的住处，该是商家的事，不用他奶奶多管闲事的。在座的都是人精。商无痕说道：我们家现在住不下了，蒙宝小姐是只能去住酒店，在管城，最好的酒店便是你们战家的管城大酒店，就让蒙宝入住管城大酒店吧。战奶奶，商无痕看向老太太，我支付蒙宝小姐的房费，不用4少出钱了，就是麻烦一下4少待会儿送蒙宝过去，我可以支付车费，不会让4少白干活的。战一阳，我不差那点钱，他是不想送蒙宝。奶奶什么心思，傻子都看得出来，这是走了一个杜雨萌，又想给他安排一个蒙宝吗？蒙宝姓什么叫什么他都不知道，来自哪里也不知道，家庭情况就更不用说了。奶奶就是看中了蒙宝，是银狐前辈的徒弟吧？